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生姜作为一种常用的厨房用品，每次遇到合适的价格，我们都会一次多买一些回来。平时买回来的生姜用不完，放久了就会变成这种皱巴巴的样子。这样的生姜已经脱水干瘪，也没有营养价值了，用来做菜的话，也起不到该发挥的作用。很多朋友都是直接把这样的生姜扔掉了，这样做就可惜了。这样干瘪的生姜完全不需要扔掉，留在家里大有用处。都有些什么用处呢？下面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先准备一块生姜，提前清洗干净，切成片状。再切细丝，最后切成姜末，尽可能的切得碎一点，这样生姜后续更容易泡出姜汁。切好的生姜末装入干净的大碗中。这时把家里的小苏打拿出来，加入1汤勺的量，跟着加入烧开的水，水的温度最好70度以上，开水能够更快的把生姜的姜汁给激发出来，水量可以稍微多一些。然后用筷子将生姜和小苏打搅拌均匀，就可以静置30分钟左右，等水温降低。一段时间过后，水温已经变凉了，这样就可以使用了。我们准备一个滤网，把碗中的姜末过滤掉，只保留生姜小苏打混合液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喷壶，把水倒入喷壶中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制的小苏打清洁剂。这种家庭清洁剂既天然又不伤手，其中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，而且带有生姜的清香，使用安全又放心。可别小看它，用途可是非常的广泛的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清洗菜板。菜板每天都在使用，菜板其实有着许多的卫生死角，尤其是使用久了的，因为切菜的过程中会在其表面留下许多的划痕，这就成了藏污纳垢的温床。这时最好不要用洗洁精清洗木质菜板，洗洁精因为出色的去油效果，成为了清洗其他厨具首选。但是如果长期使用洗洁精清洗木质菜板，会导致油脂被洗去，菜板变得干燥开裂，而且洗洁精容易残留在木质砧板中，这样我们切菜的时候就会附着在食物上，长期以往对身体非常不利。所以在清洗木质砧板时，建议使用更加天然的清洗剂。我们可以直接将自制的清洁剂喷洒在菜板上，多喷一些。然后不管它，静置2分钟，生姜和小苏打混合成液体，所以就算是菜板上更深层次的污垢，尤其是缝隙中，轻松去除各种污垢和细菌。这样清洗完后不会有任何的异味。时间到，再用抹布擦拭几下，就可以达到杀菌去污的效果了。也可以用热水冲洗，那样效果会更好。由于生姜和小苏打都是可以使用的，所以大家也不必担心残留的问题。妙用2：水龙头用久了，上面会有一层水垢和污渍，显得暗淡无光，把这个溶液喷在上面，再来进行擦拭。小苏打里面的碳酸氢钠成分可以很好的去除水垢，生姜也能够增加不锈钢的光泽度。擦完以后，水龙头变得光洁如新，非常亮了。妙用3：清洁厨房里边的调味瓶。每家每户厨房里边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调味品，用来给菜品增加香味，丰富口感，
可是厨房里边属于重油烟的地方，所以每个角落都避免不了有油渍。除了灶台油烟机，离灶台很近的瓶瓶罐罐，也避免不了，上面会有很多的油渍。这时就不知该怎么清洁的好。用洗涤用品吧，这些调味品又都是吃的，如果没漂洗干净，滴落在食物中，长期以往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安全隐患的。其实每次在清洁时，可以直接把我们自制的生姜小苏打溶液喷洒在瓶身上，就能够清洁油污渍，跟着用抹布擦一擦就干净了。因为这款溶液都是以可食用的物品调制的，不含有任何的化学试剂，卫生健康还不伤手，效果不比洗洁精差。如果您家也有同样的困扰，那就试试这个方法吧，好用还没有安全隐患。妙用4：吃完饭桌子上很多油，直接喷一点就可以去除油渍，桌子擦完非常干净，非常省事，也比较健康环保。妙用5：清洁水垢。家里的一些茶具、锅碗瓢盆、水龙头、水壶等等之类的，用了一段时间过后，上面总是会有厚厚的水垢，而且特别的难清洗。就算用百洁布，就这样擦拭10来分钟，也不一定有效果。也不能用钢丝球，因为钢丝球会划伤漆面，留下重重的划痕，这样下次在使用的时候，就会结更厚的水垢，而且更难去除。这时自制的清洁剂就派上用场了，只需要多喷一点在水垢的上面，然后静置几分钟，这样百洁布刷洗一遍，小苏打可以很好的去除水垢，生姜也能增加不锈钢的光泽度，擦完后的茶具就变得光亮如新了。看看简单的擦拭几下，立竿见影，效果马上就出来了。水垢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，而小苏打里的碳酸氢钠部分可以很好的分解掉碳酸钙的成分。科学研究发现，生姜也能够起到某些抗菌素的作用，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效果更好。这样我们再用抹布擦拭，或者是用清水冲洗一遍，就非常的干净了，不伤漆面，没有划痕。这个方法适用于家里任何一个可能产生水垢的地方，比如马桶、水龙头、浴缸等等的。关键是清洗过后没有残留，更没有异味，非常的方便使用。好了，生姜加洗洁精的妙用就已经分享完了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自制的洗洁精，健康安全放心，家里的器具几乎都可以清洁，适用范围很广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